好。现在呢，我继续在市桥水道边上，应该是号称市桥绿道骑行，但是这一段呢，应该还没得到非常好的修缮。你可以看到我的左侧这些老房子，虽然面僵，但是非常的陈旧。但是这个市桥水道里面呢，倒是停了很多的小船，一派生机勃勃的样子。那我们就开始顺着市桥水道呢，再次骑行。那这一路呢，我们也不是目标啊，骑到哪算哪。但最终呢，是要返回家里。今天天气真的很不错，大概15、16度的气温，所以我穿着长袖长裤。因为骑得比较慢啊，倒也没有出汗，非常的闲适，非常的舒服。我的一贯理念啊，就是城市边上不远处的郊区呢，一定要多一些这种绿地，最好有山有水，山不在高，水不在深啊，就是能给大家舒适的环境就好。随着经济得到一定的发展，所以国家政府肯定也日益关注的要改善这些环境啊。那我觉得这跟老百姓心中的愿望是一致的，所以有了更好的景观、更干净的环境啊，那肯定是受到老百姓的欢迎。而且随着这些产业的更新，原本河边那种旧的厂区啊、旧的村落，慢慢的也退让出一些土地来，就使得这些周围的环境啊，能够向纵深发展，甚至有时候呢，就发展成一片城区边上的小森林、大公园。所以我每次在这样的路边骑行的时候呢，就会遇到很多就在这种河边树下休闲，但大部分呢就是钓鱼啊，还有很多人这个虽然没有事可做，但是呢看看河，想想心事啊，或者展望一下未来，都也是不错的。这条市桥水道呢，就明显的就这一段没有我的右侧这个河对岸搞那么好，但是呢也胜在朴素之难吧。前方呢就是右前方一座大桥，就是景观大桥。如果一般而言呢，我就是会经过这个景观大桥上桥，就往右骑回去。但我今天呢，还是继续向前走一走，看看前面能够去到一些什么地方。这里呢就是景观大桥上桥的地方我很多次呢都是抬着车上去的，但我今天呢打算继续往前骑行。
从左侧那边一路下去呢，就去到沙湾古镇了。你看啊，这个河边啊，开了一些花，冬天里的花朵，很美吧？然后这边最多就这钓友们，当然也有很多人到这边来搭帐篷、竖小桌、烧烤。好，我现在到清水的道路上来骑行。对面呢就有一座古庙啊，就我们以前去过很多回。这条江面上呢，就每到端午的时候都会赛龙舟，这是观看赛龙舟最美的一段。在这条河边啊，有着这些绿树，还有这种花朵的地方骑行，真的就像骑行在春天里的感觉吧。我们再来观望一下啊，你看对面这个古庙，当然是新建的古庙，如果没弄错的话，应该叫龙山古庙。就是随着经济的一定的恢复呢，大家对于古时候的很多的回味啊，就会表现在，比方说重塑这些庙宇今生，重建心中的一些以前的这种信仰的东西，就这种古庙啊、道观啊，现在雨后春笋似的拔地而起。可是几十年以前呢，这些东西都在我们记忆当中啊，就当着大家的面敲得稀巴烂。这就是中国历史的往复循环。好，我们继续顺着这条水道向前骑行。到了这边呢，我突然想起来，我今天没有带水。
这边呢号称龙湾湿地啊，因为这条河冲啊，应该叫龙湾冲了吧？这里有2条小冲，一条叫龙湾冲，一条叫平山冲，最终呢汇入四桥水道。看来这边呢都已经做了更多的这种休闲设施的建设，多了很多凉亭啊，清水的平台，大家可以在这边凭栏而望。沙湾非遗龙湾冲必到。其实从这边呢就分成2道了，顺着这条路呢就是应该叫什么福隆冲吗？对面呢就是平山冲了。所以这是2条水道在这边汇入4桥水道地方。今天这个河里面水还是比较充盈的状态，到处都是钓鱼的人啊，甚至还有夫妻2个一起来钓鱼，女的在那边煮饭啊，这个光景也是非常休闲的。我记得发现这条道路啊，应该10年有余了嘛。就有一回无意当中就开到这条道路边上，也第一次看到有一个什么什么绿道啊这样的说法，就稍稍走了一下。那后来就发现它原来是在这个地方，就又来过了无数次。再后来呢，就骑着车来过很多次。所以每次到这个地方呢，就是老马识途啊。还有呢，就是非常的休闲，因为没什么人，你可以缓缓的骑行啊。尤其像现在这种天气比较好，不用出汗的地方，就这种骑行的感觉就更好了。经过这些年呢，它也
不断的在增添或者更新一些休闲的设施，就使得这个地方呢，就更加的让人家这个感官上变得更好。而且呢，你可以坐下来、停下来看看风景等等，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棒。这一路过去呢，左侧就有很多的鱼塘就是养殖，又可以让大家花一些钱钓鱼，钓到的鱼呢可以拿回去吃，所以吸引着很多人。每次到这边来呢，鱼塘边上都停着很多的车，有很多人是专程开车前来的。你看这个左侧就是好大的鱼塘我曾经也到他们身边去转过，但是老实讲就是还不能享受他们享受这种乐趣，因为我觉得太费时间了，蹲在那个地方。我自己觉得还不如我骑车动起来。当然各有各的好吧。现在呢，已经在东兴高速路下穿过，可以看到左侧很多的鱼塘，很多的钓友，大家把车呢都开到了鱼塘边，就近的在那边钓鱼。
这一路上啊，在河边搭帐篷的人看到很多，就这越来越变成了一个普通百姓一种休闲活动了。我发现这个河边啊，还是开辟出了不少停车的地方。这原来停个车是要跑得很远啊，现在还是为大家提供了一些方便。你看啊，这边不但有停车地方，还做了这样的观光的平台，我觉得这个就很不错了。这一路很难骑下去啊，继续向前骑行。好，骑完了龙湾冲啊，我们要上这个大坡。刚完成在龙湾冲的骑行啊，就断电了。现在我们换了一块电池，继续骑行。这条桥呢是龙湾大桥，我们骑过这个桥去。我想象一下，看看能不能从平山冲那边找路回去，但我也不确定，我们走着瞧吧。
骑过了龙湾冲上面的这座龙湾大桥，其实左前方呢就是龙湾冲啊，非常不错的一座村庄，我们曾经在里面骑行过很多次了。那今天呢我就不到村里了。右侧是一个中学，很大，叫象郡中学。前方已经看到龙湾冲的牌子了，应该是这两边都是了。这条路呢是古龙路啊，我以前肯定也骑过的。
条路弄得不好，我来过，去古坝东村。看到有一个牌坊，叫东谷，应该是他们村委会所在地啊。村口还有一家餐馆，到里面去转转。东坝谷，东坝谷村，这里面也有个村头小广场。标准的篮球场，就这村呢，现在稍微有点钱了，都会做一些便民或者让村民休闲的场所，我觉得这还挺不错的。我也不管3七21了，我就骑到里面去了。虽然是一个村庄啊，你可以看到政府的部门，还有派出所，以及一些服务的设施等等的，还是门类齐全啊，什么都有。哦，这个地方更漂亮的有一个河冲边的，应该也是一个大冲子门前的广场啊。看看，这个是姓韩的大宗祠。哇，这个地方相当不错，我好像应该没怎么来过吧。也有个小小的莲花池，这里面还有一条路，我们进去走走吧。你别说，这个乡村呢，多少还保留着他们一些文化。你看，这里还遍植着杨柳树。也是啊，姓韩的人，这个家族里面出了一些举人、进士。就是古人呢不变的这种哲学啊，就是读书做官。当然，做官的目标是啥？于公呢就是为民，于私呢就是赚钱啊，积累财富。我现在针对的就是韩式大宗祠啊，这应该也是一个2进还是3进的院落吧？这个院落很气派啊，门开着，我们进到里面去瞧瞧吧。跨过一个门槛，韩式家训啊，看看我们来瞄一眼这个古坝韩式大宗祠的一个介绍。3进结构，面阔5间，硬3顶，灰塑瓦基，花岗岩石角，青砖墙，建地面积15亩，大概建筑面积有1600多平方米啊，始建于明朝化成年间，当时的刑部郎中韩英首创这么一个大祠堂啊，但是宗祠于1959年被破坏重建啊，大概就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大家可以看看中国的历史是不是如我所说啊，不断的毁又兴，兴又毁的，然后呢，到了一定时候又把它恢复起来。这边呢，应该有管理人的啊，但现在人不在。看到这些红榜上
肯定是韩氏的子弟捐款的一些数目啊，这500、1000还有更多的，这是一种传承。非常开阔的5间门面3进的院落。也别说这边呢，最后一个大殿，供奉的韩氏先祖辉煌的历史这些先人的牌位。那我们就不要去惊动他们了。所以有时候骑着车就随意的逛逛。大部分的农村地带呢，就显得比较破落破败，但是也有一些意外的发现但是对于祖先的这种敬畏敬仰，当然也包括当地的经济有了一些好的发展，所以才会维护得很好，应该是可以告慰祖宗的一件事稍稍感到有些意外但是非常好的收获，能够到这个东坝古村里面在韩氏的一个大的祠堂里面去稍稍的看了一下，真的还是相当不错的。但是除了这个祠堂呢，你可以看到这个村里面其实就是办一些相对比较低端的工业吧，建了很多的厂房，但现在呢看看应该有些不合时宜了。但是到底要怎么进一步发展呢？我相信大家也非常的迷茫嘛。但你别说，这个小村里面呢，还是有很多的小河沟、小河冲。我已经方向不明了，但是呢，随意的走走吧，相信也不会走太远吧。现在呢，貌似已经出了村了。这边呢是番禺1级小学，文明学校，古坝小学所在地。
觉这边有一条大一点的河冲，我们就顺着东边这条小路再骑一段，左侧就是一条河冲。这条河冲啊，就有点苏州的这种古街里面的河冲那种感觉啊，就比较浅，两边呢都住家，也在修了，道路要进行一些修缮改造了。这是蛮稀奇的啊，古西沙梨巷。在这样的河冲、这样的小村的小路上骑行，真的时光倒流，感觉非常的平和舒适。那我就把这一段呢作为我今天骑行的第二段来和大家分享。谢谢大家的跟随和观赏，我们继续向前骑行，一会儿见，拜拜。